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钱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今天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北京现在针对经济来开战了。对日本的关系跟对南韩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日开始做断供哦，对南韩则是示好。现在中韩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共同抗日，并且呢，韩国的总统也承认了这个有关于一中的一个原则。那台湾有事成为清算线了吗？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东北亚被迫选边站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先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北京现在是开刀日本了，拉拢南韩。我们来看到对日做了哪些事情？他现在针对军民两用的物资会做全面的断供，日本要为这个台湾有事论付出代价吗？高市早苗能不能撑得住在这样子军民两用物资全面断供的情况之下呢？好，接下来第2点我们会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跟南韩这一回站在一起高喊共同抗日，并且携手捍卫2战胜利成果。李在明还刻意秀出了在他们的会面的这个场子上面，秀出了习近平先前赠送给他的小米手机，并且一起做自拍，甚至还喊出针对中国大陆，他喊说这个辽宁是千金难买啊，还喊出一个中国。东北亚的这个布局阵营是不是要重新的划线了呢？这个是第2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会来看到。这一回，中国大陆对日本跟对南韩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在对外示警一个新规则吗？谁顺北京，谁才有活路？谁背着北京就没有好事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一起做关注。好，赶快来看到是这一场在经济上面对于日本的制裁，能不能真的打到日本的最痛处呢？能不能实现所谓的致命的经济斩首行动呢？因为大陆的商务部最新公布，即日起是立刻生效的，全面禁止对日本出口所有军民两用的物资。这些物资加起来其实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主要就是报复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要从源头来切断日本不管现在在无人机的发展或在高阶晶片上面掌握的这些关键的制造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孙委员了，大陆这一次针对于日本的这个军民两用物资的限制，可不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对对手的精准杀戮呢？能够踩到日本的痛处吗？委员怎么看？对，我想我在这个节目已经不止一次提过了就从高市早苗失言风波开始，你就看到来自于北京政府一连串的外部跟内部的动作。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打算让这次的失言风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日本原本打的算盘是说，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模糊解释，可以把这件事情混过去。但是很显然的，北京政府并不买单。那既然不买单，他就不可能轻轻松松的就放过日本这一次了。那么还不要讲说他在这一次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日本已经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已经够糟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来插一脚你还要来啰嗦发言，那么这些东西当然都会再的造成北京政府对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愤怒所以我认为北京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聪明的主导了一个话题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也说过，他主要强调的不是中日之间的仇恨。他一直不断的锁定在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件事情，因为亚洲的国家大部分都被日本侵略过所以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件事不是只有中国大陆的事，它也是韩国的事，它也是东南亚国家的事。因为当日本不断的强大起来的时候，谁知道日本不会重演当年24世纪大战这样的角色？你说现在不会，当年明治维新的时候，谁会想到日本会变成侵略国可是它就是一个变成侵略国了。所以当高市早苗准备要把日本非核化，日本要开始做军武扩张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抓住了这个痛调，是相当聪明的所以为什么中韩之间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某种程度有共同的默契跟立场？因为韩国其实不亚于中国大陆韩国民众仇日的氛围也是很强烈的。韩国当年不是没有被日本殖民，没有被日本欺辱，没有被日本践踏过的。
所以韩国民族对于日本的这个民族的恨也是深藏在心中的。所以当然这一次中韩之间可以在面对日本的这个议题上，很快的就达成一个共识跟默契了。那我认为李在明很聪明啊，李在明比高市聪明多了。你看李在明是两边都压了，他一方面告诉美国老大哥说，我来帮你造船，你现在造船技术落后嘛，对不对？我来帮你造船，我投资几千亿下来恢复你美国造船业的荣光。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维持跟中国大陆良好的关系，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对中国大陆来讲你光看到他怎么对韩国，就了解说，这不是要求日本、韩国选边站的问题韩国是两边都站了，可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因此而对韩国这个迁怒。日本它不是两边站，它是站了一边来打这一边，那就是中国大陆无法接受跟无法容忍的所以中韩关系现在的确是快速的升温各位，如果你现在去一趟上海我过去这一年大概每个月都在上海待1个礼拜到10天了，那个大街小巷都是韩国人我住的那个饭店以前没有太多人的，现在天天爆满，全部都是讲韩文的韩国的客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中韩之间的民间的互动现在是多么的热烈跟密切。你更不要讲说中国大陆关掉了日本的观光之门之后，大开了韩国的观光之门，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他不能去日本，他都去韩国来。所以因此在这一次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里头，其实韩国是最大的获利者。那但是中国大陆这一次采取了更严厉的方法，就是断掉了它一些相关的物资。你说会不会精准的打击到？当然会啊！而且我要强调的是，不只是断掉物资，包含在渤海的军事演习，一波又一波。只要高市不收回这句话，我看接下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工具箱里头还有很多工具呢，那日本就只好等着接招吧。好，大陆这次祭出针对于日本的制裁，这个算是首波比较大型的一个制裁。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工具箱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另外一边刚刚讲嘛，选择站在中美之间这个两边都站的国家就是南韩了，非常的聪明。我们来看到南韩最近有什么动作？因为现在呢，北京同样正在迅速的拉拢南韩当中，我们来看到的是1月4号这一天，李在明总统，南韩总统正式的抵达北京了。那5号正式的跟习近平主席会晤。李在明非常的厉害我们看到画面上，他呢其实除了跟主席握手之外呢，也拿出了他说呢这是习近平上次访韩时送给他的手机，并且呢跟他做自拍，跟习近平夫妇做自拍，还说呢拍到了人生的代表作，做球这个做好了非常密切的紧密的中韩关系。那么习近平也在这一次的会晤当中特别去提到了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他还说呼吁南韩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边，也重提了中韩过去曾经共同对抗日本的军国主义，来携手捍卫2战胜利成果。李在明也呼吁了有关于这个共同抗日的历史，并且他说尊重一中的原则，还说呢粮林千金难买。那么他也说，韩中关系会在今年全面的恢复的一个关键元年。那要注意到的，这是李在明在短短2个月之内，其实跟习近平来做见面。这一次李在明他也带了非常多的企业家，一共是400多位，而且都是这些大企业，不管是我们知道的 LG 啊、现代汽车、SK 啊、三星等等都有。那针对于比较有争议的一些议题，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是南韩的稀土问题。现在呢，南韩也说了，中国已经同意了，透过这种制度的许可，可以协助南韩企业取得这种关键的矿物。第二个比较具有争议的议题，就是有关于南韩要造这个核动力潜舰。南韩也说了，已经跟中国大陆说明了，目前是没有太多的争议。针对于中韩之间现在站在一起共同抗日，苑老师又怎么看？南韩这一次为什么要极力讨好中国呢？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在一起吗？李在明这一次访问北京是要告诉大家，尹锡悦的时代已经完全翻章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在这个翻篇的过程当中，那么李在明的话呢，他创造了几项记录。首先，第一个记录的话呢，就是说原来这个韩国上任的新总统不访问美国或日本，直接到中国去，这是第一次。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然后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的话呢，就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韩国的圣地居然是在上海黄浦区的马当路306号，叫做韩国流亡政府旧址。我去过那个地方，我去那个地方是看一个朋友，结果到那个地方的话呢，要改道，因为前面排了大排一大堆人，我以为美国领事馆要办签证，后来搞了半天是韩国的观光客要看他们的圣地。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大家知道李在明这次要到哈尔滨去，把安重根的骨灰要带回这个
日本在韩国去。那安重根什么人呢？就是暗杀伊藤博文的人。那这杀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哈尔滨的这个车站。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家要知道，伊藤博文对中国人干的坏事无限了居然是被一个韩国人，而且第一个韩国人的杀手就把他干掉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说中韩共同抗日出现了非常多的象征意义。但是是不是能够重塑东北亚阵营呢？我觉得还蛮难的，真的蛮难的。因为美国的话，我刚刚讲这几件事情，美国的话呢，希望韩国是听话，做乖儿子乖孙子。但是这一不听话的话呢，美国现在已经有动作，就是美国裁减了在韩国、在朝鲜半岛上的美军，而且完全没有告知韩国。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警告那么对于韩国来讲的话呢，你能不能够面对朝鲜的威胁？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李在明要带了这么多的400人的这个经济访问团来访问中国的话呢，最主要是原因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经济这个笨蛋问题就是在经济。那么韩国本身跟中国的近的程度上来讲，所有的科技，因为韩国无论是科技也好，甚至说是演艺事业也好或者什么 K-pop 或者说韩国的。他们现在都面临了很大的威胁因为大陆自己搞起来的慢慢出来了。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就会知道韩国人为什么不是很喜欢中国人的同时，你又要派出所有的这种财团要往中国走。大家知道韩国最有名的泡菜，我们叫韩国都叫泡菜。韩国的泡菜没有很少是韩国自己做的，韩国99%的泡菜是山东青岛一个镇所做的泡菜大家要了解那么对韩国来讲，如果他知道这个数字，如果他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要翻译成韩文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韩国连自己的泡菜都要靠中国，他的经济怎么能不靠中国？所以这个大家展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让大家可以知道韩国在目前为止的依赖中国的程度，比依赖美国、比依赖日本要严重得多。所以李在明这种做法，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韩国有什么大型的抗议。确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主席也特别的借由因为韩国对他经济上的依赖，也拉拢跟韩国之间的关系。那针对日本，则是做这种精准的经济上面的打击。怎么看北京的策略，干哥？你看这一次你说是 SK 海力士，然后还有那个三星、现代都去了，这些大企业都去，都要随着那个李在明去。可是整个团有400人，我请问你一下，这么大的团来的时候，你不用先跟中方知会吗？中方一定知道你来了些什么人他才会允许你进来。他不可能说我今天就我都邀请你们，你们来多好都不管。我跟你讲，这是一个经过特别缜密的计划，也就是说，你们要来什么人，要来什么企业，要来谈什么问题，都已经早在出发之前都已经这个双方已经协商好了，要干嘛？是做给周边的国家看的，就是说，你看，我现在跟朝鲜半岛上的南韩跟大韩民国为什么这件事情的意义很重大？大家要晓得，这是10年以来中韩之间等级最高的会面。那你说10年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2016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好了，2016年就是发生的南韩的萨德飞弹部署事件，美国硬要在南韩部署那好像是咸镜北道吧，然后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问题出在美国要部署，那我南韩没有办法你就问美国不要问我他说没有关系你说你没有责任是不是？正好你这块土地就是部署萨德防卫系统那个土地是乐天集团所有，好了，这下乐天集团你完蛋了，你在大陆所有的企业，因为乐天是连锁企业嘛，它不但有零售业、销售业，它还有什么？它还有娱乐业，所以它所有旗下的艺人，然后经纪团体都不能来韩国表演，就有点像这一次日本的表演的个人或团体都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可是南韩靠这个吃饭你叫我通通不要来的话，我会完蛋乐天惨赔，结果后来全部撤出中国市场。所以10年前乐天的事件，就因为一个萨德飞弹，中韩关系冰冻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今天终于解冻了，而且这么大规模，而且李在明还跟那个习近平夫妇2个人用习近平送给他的手机，这些都是意义。对，大家要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要看说李在明不是很简单的就官事拜访，然后大家合照给大家拍一下，不是他自己拿起来，你送给我的小米手机来，我们来合拍，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这在都显示出什么？显示出两国解冻。那你说是因为日本的这件事情而就是说南韩得利吗？也对，也没有错，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就要提升南韩在我们中国的国际贸易上面的地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南韩表示向中方充分说明了南韩的核子动力潜艇。我可以告诉各位，到现在为止，日本只是没把话说出来。日本想要建造核子动力潜艇，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被美国压着。对，为什么？80年来，美国不准日本碰核子一步，除了和平用途。你现在如果说你要造核子动力潜艇，日本，我告诉你，日本早就会造了，但是它不能造，因为美国不准。南韩我竟然准了，为什么？也是美国同意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南韩对于核子动力潜艇，他们要开始生产核子攻击潜艇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向那个美国，因为也是美国帮忙才有办法造。第二个就是要跟中国报告，不然的话你就会破坏区域和平。所以这件事情没有在他们这一次的会谈之中放在题目里面，代表什么？中国已经默许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我准许南韩，然后如果日本你敢造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绝对比台湾有事这件事情还要严重100倍。为什么？因为日本开始走向真正的军国主义，开始造核子潜艇的话，那就会天下大乱。中国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大家看李在明这一次去访问北京，其实他的收获很大，也是警告日本。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持续来关心到是大陆很出招了，这一回斩断的是一共我们要来看到细节项目了，1005项的日本的军民两用的物资，经济上面也会另外出拳。刚刚讲的1005项，这个是包含在军民两用的这些军事物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到在经济上面的重拳，包括在观光跟消费面也会来一起做关注。赶快来看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军工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开始有了非常多的限制，而且迹象已经完全出来了。来看，包括了稀土，包括了关键的金属和高阶电子等等。那日本的军工升级还有路吗？这是第一题，我们会来特别做关注。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因为日本政府一直要修改它的安保3法，尤其呢针对有关于核选项，现在也重新被提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就祭出了这么多的制裁。日本真的能挡住北京这一波的施压吗？最后来看到，在包括了经贸上，也因为中国的这个制裁而导致日本的经贸降温，观光急冻。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组合拳能够打到日本的7寸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是今年的最新消息，2026年的第1号公告，加强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资来做出口管制，有哪一些呢？赶快来实际看到细节。稀土还包括了加锗锑铟、高阶电子感测器跟雷射，还有呢，甚至到了航空的航太推进材料都在名单当中。还另外看到的还有核材料、化学制品跟微生物、导航、船舶等等的制品，这制裁的项目非常的多，等于直接掐住了日本军工跟高科技升级的血管。怎么看中国这次出手是针对于高市要修订安保3法，因为它踩到了这条红线吗？这一波会不会比当初2010年钓鱼岛事件停工稀土还要对日本来说更伤？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当然这次的出手，最重要的导火线还是因为这个高市的发言哦，介入了中国大陆所谓的内政的问题的红线嘛哦，他对台湾问题做出了过度的发言。但是当然啦，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一次出手这么重哦？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于说那个是高市啊。各位知道，在日本的右翼的势力是台湾台独最重要的幕后支持者。就我过去从政这10几年，
台湾的这些独派的政治人物，他们很多的资金跟资源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右翼势力，像我们最早以前讲到的那个什么金美玲啊，这是很好的代表嘛。所以日本右翼的政客跟台湾的台独势力是绑在一起的。但是过去日本右翼的这些政客还会遮掩一下，就是虽然他暗中支持，他表面上不会讲得这么大声，不会敲锣打鼓。但是现在显然从安倍开始，一直走到了高市哦，右翼势力现在把支持台独这件事情逐渐台面化了。不但是台面化哦，还有逐渐扩张跟渲染的这样的效果出现了，就好像今天台湾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日本的国会议员跑来这边抗中保台，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国会议员，我都懒得记他的名字，我都快要笑死了，干你什么事啊？你跑来这里抗中保台，你拿我们台湾当你的舞台，然后来大肆的骂了北京政府一下，然后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跟裴洛西有什么两样？你跑来我们这边演戏，最后吃苦的是我们，被报复的又是我们。日本的现在的政治人物都在玩这一招，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讲，他借着高市这件事情，他其实不是要打高市一巴掌而已，他是要狠狠的重打日本的右翼势力，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必须要知所进退哦，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情上你们可以任意的踩红线，那你更不要提到日本准备要修安保这个三文件了，这就完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辟了。我刚才讲过，谁知道今天的日本会不会变成24世纪大战的日本？你知道去年你看美国的时候，你会认为美国今天会变成加勒比海的海盗吗？谁会想到这件事？对，当时川普刚当选的时候，你会想到川普要派兵去抢格陵兰吗？你都没有想到吧？那你都没有想到了，那大家当然会想说，我现在把日本放宽了，谁知道日本会不会食髓知味？接下来24世纪的故事又重新上演了呢？所以其实对整个印太地区，对亚洲，为什么韩国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韩国也是深受其害啊，所以你很显然的看得出来，对日本对北京来说，他这次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你说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他造成影响？当然会，稀土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日本的汽车工业不需要稀土吗？那你还不要讲日本的这个军工产业要不要稀土了。所以他这次很精准的把军民两用限制了1005项，他特别强调军民两用，原因是什么？这他又师出有名的正当性了，因为他还是牢牢的绑住了军国主义这件事，就是只要跟你军国主义复辟有关的，我都把你卡住了。那么他的大旗就是在这个声讨日本的时候，他高举的这个大旗是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所以在这个大旗上，其实他是站在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上的那你说？全球现在进入了这个精密的分工时代，所以任何一个小的零件都可能卡住一个大的企业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有日本的科技这么发达，中国大陆能卡它什么？别傻了，日本很多的这个基本的零件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你不要讲别人，你光讲安氏半导体事件就好了。安氏的半导体有多了不起吗？它是成熟制成晶片的。可是当欧洲的车企没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的时候，就不要造车了。所以这是同样的问题就今天日本能不能够经得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限制或者是封锁？我认为当然很困难。所以其实中国大陆这次目标很明显了，日本不屈服，他们不会收手了。对，好，所以我们刚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嘛，这个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制裁1005项，那特别委员也提到了，不管是稀土或者是零件，对于日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汽车啊、军用武器全部都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干哥又怎么看？这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痛吗？好，我跟你讲你来看看那个安保3法那个安保3法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增加防卫预算增加防卫预算其实很容易对不对？但是第二个，修改无核3原则。修改无核3原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无核3原则就是不能够用在军事目的上，也不能够用在就是说相关的很可能是武器方面的研究。就反正它这本来就是他们日本宪法战后宪法的规定，但现在要修改。右翼势力极力在推，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核能发电厂，对不对？在日本，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对于核子能的另外的一项的应用。对，其实我说句实在话，有人讲委内瑞拉你就是没有核子弹，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你就像当年古巴为什么后来没有被美军登上岸来？因为苏联那时候威胁，我就在这边放核弹，所以古巴当年美国没有上去制裁它成功，就是因为苏联本来要放核弹，后来双方都退一步，各退一步。那委内瑞拉这次因为就没有核弹，日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哪一天我需要有核弹？核弹之前我需要有核子潜艇。我有核子潜艇之后，我国际地位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它是被
核弹就是说曾经这个摧毁过的国家，所以他们自己本身有那个认知，说我们不要碰核子武器。那现在高市早苗上来以后，完全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有，为什么？但是我们要有不是马上有，是循序渐进的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啊。你的意思是说，日本武器也要开始要对，没错，就在这次AUKUS，就是那个美英澳啊三国联盟啊AUKUS那个联盟里面，现在就是说他们要说干脆你不要跟日本买潜舰了，我们来帮你造潜舰，还帮你造核子潜舰维吉尼亚级，澳洲就很开心啊，就被美国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AUKUS决定要帮澳洲造潜舰。从现在开始算，10年之内他都拿不到。但是日本如果他愿意提供新的那个大鲸级或苍龙级潜舰，他2年之内就拿得到。所以澳洲现在有点后悔，你知道吗？你要晓得说，日本他现在积极想要拓展他的国际的武器市场，他要尝试着跨出那一步。那这些东西你加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什么？日本一旦能够踏出这一步的话，他就回到军国。所以说大千讲的对啊，你怎么知道他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会不会变成怪兽？你不知道他以前就是曾经是怪兽，他以前曾经怎么样欺负中国跟南韩、朝鲜，还有东南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怪兽？他怎么样被演变成那样？那就是因为国际联盟的绥靖主义造成他这样，造成希特勒变成那样的杀人魔。所以我跟你讲，日本的军国主义，你现在只是暂时被压抑着，右翼势力只是暂时抬不起头来，但他一旦翻身过来的时候，你会拉不住他，因为日本有这样的工业实力。现在日本的稀土50%控制在中国的手上，有我们知道的，除了稀土之外，还有钾、锗、锑这些重金属，这些都就是说老实讲，来源都在中国的手上。那日本从别的地方拿得到拿不到？拿得到，但是问题是它的成本会增加。你现在如果说真的已经确定了战略目标的话，日本就会从别的地方去拿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无人机跟电子导航感测器这些高阶零件的这些设备。如果今天你在中国商务部它今天第1号就是限制这些东西的话，就是2026年的第1号，你就晓得说它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为什么？我就是明白告诉你，日本，你不要去妄想去改变现在东亚的局势。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的话，我一定不是除了旅游，那是软制裁。我有硬制裁的方法可以对付你。好，这个是硬制裁，针对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军事上尤其的制裁。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在这个军事上面、科技上面这些高阶科技的制裁之外，我们来看到大陆也针对经贸跟观光，针对日本做了很大的制裁。尤其先来看到经贸日中本来在今年会有个经济团体新年会，那么中国驻日大使已经确定了首度缺席，3大经济团体原定1月访中计划直接延期。再来就是观光，现在也是急动中国游客占日本消费观光20%以上，其中静冈更是高达40%如今在日本的百货还有免税的这些药妆销售年减幅暴增达到了20%，饭店价格暴跌，地方经济急动。一个是针对军事的制裁，另外还有观光消费对于日本的冲击有多大？老师，这个对日本的一个冲击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全面的哈，因为刚刚我综合下来，大家要了解那么当然的话呢，这一次1005项当中呢，最重要的我把它戏称为光刻胶大战稀土了因为日本的话呢，仗势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就是独断的一个产品是光刻胶了。那大陆现在的话呢，就是不是做好准备的话呢，也就不会发布这条消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日本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的话呢，他们所使用的稀土的话呢，依然有65%以上是从大陆进口。那个时候就很多人觉得奇怪，大陆怎么迟迟一直不肯出手？那现在的话，这不就出手？这个出手的话呢，有2个问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是即刻生效。马上就生效，就说昨天1月6号宣布的今天是1月7号嘛，对不对？马上就开始生效了。所以说日本的话呢，他们那个太平洋司的话呢，这个司长的话呢，就外交部的叫做金井正章
啊，就是前一阵子跟刘敬寿在一起，刘敬寿穿那个武士装，插了口罩那个金井正章啊，然后呢，他就马上提出严正的抗议。这个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准备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呢，所有的军事的科技的话呢，有关军事方面的生产的话呢，他都全部要停止。然后再接下来，你刚刚有提到了观光的话呢，那么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个观光现象，其实严格来讲，大家如果注意这方面消息的话呢，日本在观光的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硬的啊，有很多的餐厅讲不招待中国人，甚至还有餐厅的话呢，中国人贵了60%啊，这些现象都发生，所以这个情况是越演越烈。所以大陆现在普通老百姓的话呢，也可以感觉到去日本玩是不受欢迎的，那就不要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对日本来讲，但是日本整体来讲，关西地区遭遇的损失特别大啊，因为日本人喜欢去关西，就是金板神加奈良什么，日本人喜欢，就是日本人喜欢欢迎中国人在那边。因为我到这边以前，我跟那个神户大学有合作的时候，那神户那边的街头上的话呢，里面所有卖那个药妆店里面全部讲中文的啊，进来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对这个目前为止的话呢，发展来比较严重。不过我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大家一直都很关心，就是说这个昨天公布讲说，高市早苗近期内对中国发言不逊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构成了这一次1005项的这种军事以及民用上的产品的制裁。那大家就会想到问说，那会搞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今天那个毛宁就说话了，日本要去军事化，日本不达到去军事化的目标，这个不会停的。啊，这个反正已经呼应了我们前面2位来宾所讲的内容，就是说日本一个战败国就没有资格拥有任何的军事化，不要说是自卫了啊，就是拥有任何的什么导弹啊什么，通通都不行啊。那这个情况的要求，这个标准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像以我这种这个热血分子的这种身份来讲，那差不多，日本如果去军事化的话，那么才可以停下来。啊，如果日本一旦不去军事化，那就要像俄罗斯教训乌克兰去军事化一样的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啊，那我蛮期待的。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欧洲现在挑战美国跟俄罗斯吗？因为呢，它左边力挺乌克兰派兵，右边又保护着格陵兰，不让川普拿走。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普丁则是打美气来试试看川普的反应。北约的危机升级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这几天尤其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欧洲35国的领袖呢，他们这一次在巴黎举行的这一场联盟峰会，这个是举行的志愿者联盟峰会。BBC 报道呢，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英国首相施凯尔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话，英法呢会在乌克兰这边的各地建立军事中心。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说呢，会向乌克兰来部署数千名的士兵。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川普他一再的表达说他要拿下格陵兰的这个意图，现在欧洲国家其实也蛮紧张的，许多的国家，欧洲国家大国们现在也发布了联合声明。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说啊，丹麦主权是涵盖格陵兰的，丹麦是北约的一员，北极的安全是欧洲的首要任务，似乎就是要打脸川普总统。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来看到欧洲现在双线挑战美俄了，不管是针对乌克兰派兵的议题，或是针对于格陵兰的议题，这是要对抗美俄的超级强权吗？欧洲的底气来自哪里？委员怎么看？对，这分2个层面来谈这个问题哦。先看一下欧洲对俄罗斯啦，我是不了解欧洲的这些政治人物究竟是蠢还是坏，他们所做的这个宣誓根本上就是一个帮倒忙的事。俄罗斯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欧洲的部队摆在乌克兰。然后呢，你们这些国家呢，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的在宣誓说，我要在这里设一大堆军事基地，你不就是嫌俄乌战争打的这个希望要和谈，你们就是破这个局嘛？你们就希望他干脆打得天长地久就算了。我如果今天是俄罗斯，我怎么会买单呢？我就是不希望你北约东扩然后你欧洲这些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在那里要派兵来，那根本就是踩到了这场战争和谈最重要的一条红线嘛。所以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就是欧洲这些国家究竟是要帮乌克兰还是害乌克兰了？现在显然看起来，他们这样的操作只能够让俄罗斯继续这个持续的把它打下去了，因为俄罗斯绝对不可能容许
这个北约的部队摆在乌克兰的。如果今天欧洲这些领袖真的希望这场战争停下来，他应该做的这个承诺不是这个，他应该是要呼吁，比如说联合国派维和部队，或者是中国大陆啦，这个俄罗斯可以相信的国家派维和部队到那里去，那这勉强还说得通。就你们自己跑来那里去，大家来冲英雄，这就好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日本的250国会议员跑来台湾喊半天一样啊，就喊得好像很勇敢，喊得好像为台湾，现在你们喊的为了乌克兰，可是所有你们做的事情都是搬石头在砸乌克兰的脚，那你回过头来讲美国，我是觉得很妙的是你们还记得欧洲那个时候一直不断的在讲绥靖主义，绥靖主义，说我们不可以容许俄罗斯这样干，这就是绥靖主义。那现在美国已经变成加勒比海的海盗了，马上就要变成北极海的海盗喽。那么现在是怎么样？北海小英雄要上演了。那么欧洲要不要讲句话？你能够容许美国再继续这样干吗？这不就是绥靖主义吗？俄罗斯也不过就是侵略了一个乌克兰，美国搞完了一个委内瑞拉，接着搞哥伦比亚，马上就要去搞丹麦了。这欧洲怎么都不讲话呢？所以我常常讲，欧洲的这些政治领导人都是一群懦弱的侏儒，他们习惯了当美国的奴仆了。你看看冯德莱恩讲过什么重话？你看看那个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了什么？这两个家伙，你们现在不应该出来批美国吗？你们当时怎么骂俄罗斯的？你们现在就应该骂美国。美国马上就要打到你们格陵兰来了。我实在是很妙，我很想知道说，那北约要不要援引北约内部的条款呢？一国有难，大家共同出手呢？这个时候北约要不要表个态？所以我认为欧洲的这群家伙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是搬石头，每天在砸乌克兰的头，然后呢，在这个格陵兰的问题上呢，又是一群懦弱无能的小弟，只能够稍微小声的喊两句但是绝对不敢点名川普，也绝对不敢点名美国。你光看看冯德莱恩跟看看这个吕特这两个奴才的样子就知道了。对，好，针对于尤其是乌俄战争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欧洲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除了刚刚我们特别帮观众朋友看到的英法两国是说要在乌克兰这边呢建立军事中心，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它是不愿意的。现在整个欧洲内部呈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来看到，尤其是意大利。画面上看到，意大利总理呢，他直接表态了，我们不会派兵的进驻乌克兰。德国总理梅尔茨他也在推脱，他说，不管是派兵的规模或者是类型，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做更多的讨论的。那也许我们可能会派兵呢进驻在临近乌克兰的北约国家边境，有一种象征性的声援。好，这个是比较模糊一点。那不派兵的国家还有捷克、波兰跟这个拉脱维亚。那最挺俄的匈牙利到现在也还没有表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国家简直就是出现了两派的一个分裂。普丁会不会趁这种态势来做一个急迫呢？那另外是一些国家是不是担心普丁会把他们视为下一个目标，所以也悄悄的晋升了？苑老师怎么看？我想起来在 KTV 唱了有一首歌的一部分的歌词叫“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我是留欧的，在那边住了10几年了。刚刚大仙问到你到底是笨还是坏，我跟你讲，他是笨笨当中自然包含了坏那做出错误的决定嘛这个真的我讲起来，我是在嘲弄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觉得话呢，没想到欧洲这么笨，就导致我们留欧的学生大部分都聪明不到哪去了那么我现在必须要强调一下，你这个事情呢，欧洲本身来讲，它就根本没有团结的可能。就连英法当中叫得很大声，派几千人到那边，已经是一个完全是人家势如破竹的战场上，基本上是送人头的。话就讲到这边，不会真的派兵的，也没有讲谁出钱。那么德国人的话，向来是比较诚实的，但是莫茨呢是笨的诚实，所以他基本上讲说我们的话呢，就是这个要经过国会的同意。那废话，国会怎么可能同意嘛？对不对？要派自己的子弟兵去送死。那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你刚刚强调就是说，像捷克啦或者说是这个波兰还有立陶宛，立陶宛不是跳得很凶吗？立陶宛不是最凶跟台湾什么不怕中国什么的讲明了。他不派兵就算，他们是距离乌克兰最近的国家，他们要去讲派兵了。普遍讲到说，你们立陶宛的话呢，被我们收拾了100多年不够，是不是？你还想再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另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欧洲现在处境非常尴尬，因为说呢，美国本身来讲，尤其是这个川普说要格陵兰的事情，他讲的再直白不过了那现在只是缺总督而已，但委内瑞拉的总督是卢比奥出来了那立陶宛的总督是谁还没出来，只差这一步而已。那这个太难看了，你知道吗？搞到最后，所以说呢，这里头当中我讲到英国、法国、德国这个什么意大利什么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莫名其妙冒出一个西班牙
啊，西班牙原则上是距离乌克兰最远，但是西班牙为什么？因为西班牙替以西班牙语讲话的国家替委内瑞拉发声了啊，替拉丁美洲发言，因为他自己是原来的就那边殖民国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是各有各的算盘。但是整体来讲，因为很笨的关系，所以做出来这个决定的话呢，就是说做出一件很坏的决定啊。我们讲坏有2个意思，一个是心术不正叫坏，另外一个你做出来这种决定，就搬了石头，我本来正想接下去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就搬了石头打人家的头，这就叫做坏啊。所以我只能够讲到这边，再接下来我说不出来，因为你这个消息怎么评论呢？全是假的，就不可能实现的。好，这个是有关于在这场乌俄战争的这个政治外交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赶快带光朋友来看到乌俄战争现在的实际战场的进度哦。俄罗斯在1月5号这一天又对乌克兰发动了这一波新的飞弹攻击，其中1枚是直接命中了比较重要的地点，就是涅伯城一处。重点来了，它是由美国的农业巨头这一家叫做邦吉公司持有的葵花籽油的储存设施哦，它直接就打美气了，那导致了300公吨的葵花籽油直接外泄。乌克兰外长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蓄意行为，因为俄罗斯已经做过很多次了。那确实现在看到俄罗斯正在系统性锁定美国企业，直接做进攻。这个普丁是在试探川普吗？川普也曾经说过，美国企业能够作为乌俄战争的一个缓冲，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干哥怎么看？所以乌克兰又逮到机会了，外长西哈比他马上就说：“我跟你讲，你看，什么地方不好打，你给我打这个邦吉公司。邦吉公司是什么公司？他就想说，在乌克兰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把油桶都画成乌克兰国旗的样子，那叫邦吉公司。做什么的？专门做葵花籽油。为什么？因为葵花籽在乌克兰的农业生产上算是一个大项。那美国就在那边设厂。那邦吉公司呢？我可以告诉各位，也是像那个大仙讲的，海盗出身的。他从17世纪他就是你知道到处劫掠。为什么？老板谁？荷兰人。荷兰人还在当海盗的时候，不但我们台湾也是被他给占了，后来郑成功把他给赶跑，对不对？那邦吉公司它最早就是说，他们在全世界，他们就是投资那种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以及各种农产品的买卖。后来邦吉公司它从阿根廷回到了纽约的市场上去挂牌，然后在美国至少有35处的工厂，然后它每个工厂都那其实不叫工厂，那个谷仓啦。你从这边看过去就看到哇，那谷仓真的大的吓死人。然后呢，它在乌克兰投资已经快10几年了，所以说它是全球大概是非常知名的农业生产公司，以及就是说行销的公司。这个公司的每年的这个交易量是大概到上了几百亿美金，市值它这个公司市值100亿美金。所以这么大的公司，你今天俄国人用什么飞弹？用伊斯坎德地对地中程飞弹去打我们这个葵花籽油公司，结果你要打到你知道吗？300吨的葵花籽油漏了一地，要用什么？要用推土机去运的石头跟沙来铺。为什么？如果你不铺的话，这个卡尔可夫第2大城，乌克兰的第2大城走不动了，因为满地都是葵花籽油，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场景，说战争打到现在连这个民用物资也可以这么浪费了，你心里就很痛。其实不只是这样，俄国还锁定了一些暖气设施以及供电设备，也就是专门对它的民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就晓得说，除了这个之外，连美国的企业都已经成为目标。那川普，你现在出来讲话啊，你讲话，你看你要怎么解决啊？不过川普对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讲话，我们很期待他看看，连美国企业都被攻击，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高铁，这一次的里程数破了新高，达到了5万公里，是世界
所有高铁这个加起来总和甚至达到2倍。我们今天会来特别关注到，包括了这个全球最大大陆的这个铁路的网络之外，还有最快的动车，这个是 CR450极速列车如何改写全球的交通枢纽格局，并且透过“一带一路”创造这个贸易顺差，达到在去年前11个月兆元美元的这个佳绩，并且剑指美国。好，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呢，确实现在呢最新的统计，大陆的高铁的里程数突破了5万公里，尤其特别只是在14-15期间就增长幅度高达了超过30%，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铁网路。那么2027为止呢，在2025年7月为止呢，营运的里程已经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2倍，总和2倍。营运目标，他们认为说接下来1年还要增加到6万公里，做得到吗？苑老师怎么看？大陆的高铁是一张了不起的名片。我跟你讲，我最近跨年的时候，从成都到重庆。我1989年的时候，成都跟重庆我都有亲戚啊。那个时候我住在成都，我重庆的亲戚要来看我的时候，跟我讲晚上8点钟上车，早上天不亮6点钟到啊，就整整的话几乎坐了10个钟头，从那个重庆搭那个绿皮车一路晃到成都来找我，然后再搭车来的话呢，整整搞了12个钟头。这个交通当中的话呢，我上个礼拜从成都到重庆啊，就是到重庆的沙坪坝，原来我家人就住沙坪坝，1个小时零2分钟。而且的话，为了享受一下，坐了人家给我买了商务舱的票，一坐去哇不得了，跟那个真的坐吧，对不对？不就觉得躺随便你躺平坐着。我跟你讲啊，舒适快速，而且的话呢，里面一进去的话呢，哇还有人服务，让我想起当年台湾还有空中不是有车长小姐的时代啊，一见什么的，这个是讲大陆的高铁的话呢，我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了解。你看，我们都山东人对不对？我们的首会在济南对不对？那济南来讲的话，这是比较偏东的，也靠海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济南最远的一个高铁站，从济南到成都8小时。你想想看，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整个大陆，你知道大陆有多大啊？大陆有多大？我们在台湾坐的高铁，动不动就停下10分钟就停下来，那个高铁都成了中铁了。在大陆的话呢，哇，我从成都到重庆，它基本上是完全没停的，一上去一坐好啊，到了。就这样1个小时，原来12个钟头，现在变1个小时。所以说大家要了解。另外我要讲一件事情啊，事实上这边提得非常清楚，大陆的高铁只有5%的赚钱，大概就是从北京到上海这一段，就是5个小时到的已经是很不得了。现在从北京到上海能够不坐飞机都没有人坐飞机，这个高铁又安全又方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制度。大陆在考量的时候只考虑社会平等、社会主义的国家，问到大家出行是不是方便，没有考虑到什么钱不赚了就把这条取消了。没这回事儿，大家都要。现在的话呢，有很多人就是到新疆的时候，到乌鲁木齐去也搭高铁12小时啊。那为什么？这个肯定赔钱的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整个制造的那个成本多大啊。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讲大陆有很多的大型工程，他们都是不计成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民间的生活，要把城乡的距离拉近。你看我们现在台湾不大，对不对？但是台北跟台北以外差距多大？啊，那大陆有这种问题吗？你大陆可以找出一手可以拿出10几个城市，他们都很好。比刚刚我们委员讲说啊，常常到上海去。大陆现在像上海的城市多得不得了，你到合肥看看，你到徐州看看啊，你到什么临沂看看，人家没有很差的，他们照样有工作发展的环境啊。这个才是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叫社会主义，就是不顾成本，只为老百姓的幸福。好，高高老师帮我们特别看到的是，这个是全球最大，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高速铁路网。那除了全球最大，我们来讨论全球最快。赶快来看到这个动车，这个是CR450的动车，现在呢已经创下了几个重要的记录。首先看到第一个，单列时速453公里，那相对的交汇890公里每小时的世界纪录。干哥又怎么看？啊，就像岳老师所讲的哈，我跟你讲，你认为从这个北京坐到那个乌鲁木齐那个路线会赚钱吗？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国铁集团，它2026年它要投资2000亿人民币，哇，听得头都痛了。2000亿人民币，你要干嘛？它要开始测试那条叫成渝中线，就是成都啊，在那个四川的那个成渝中线那一条路线可以让你跑到400公里，现在还没有。现在大陆最快的叫350公里的动车，也就是高铁。现在我们要跨到400公里以上，那这一条路线要测试，就是用成渝中线来测试，投下大量的金钱。为什么？
因为一定要达到400公里以上，这样子对大陆国内的民生经济以及它的战略的规划有很大的影响。你说350已经很棒了，为什么还要再快，对不对？你说那个商务舱已经很舒适了，为什么还要跑那么快呢 ？No， 我就是要跑到450公里以上，我才能够真正在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样子，在未来的这个民生经济的调控上面，他们才会用高铁这个数字来当做一种依据，可以调控。而且我跟你讲，它整条路线哈，它现在在测试之中，他说没有到60万公里啊，不能开始营运。为什么？我们台湾的高铁什么从什么南延到什么屏东，那只要你跑2趟啊，可以就上了。它不是，他们说没有跑到60万公里，60万公里可以绕台湾好几10遍了，对不对？它一定要测试到那个地步，代表说我的高铁就是我的动车已经有那个技术水准，我才能够开始卖票载人。而且整条路线你知道吗？它还减轻它的钢架的那个重量。然后用新的铝合金技术，也就是说，你现在去看它那个，你光看那个火车，就不是火车啦，高铁那个车厢，你光看那个车厢，你就会觉得说非常流线型，非常摩登而现代化，对不对？没有，它现在连那个铝合金材质，它都尽量把它减轻，而且它还有什么？就是说你到站的时候有转换站的那个设施有没有？它连那个材料，它都把它轻量化了。所以你就然后再加上一定要的人工智慧啊，将来这一条路线上面的动车都是用人工智慧来操控的。现在人工智慧也许你可能会发现，在就是说就北京到上海啊，或者上海到浦东啊这些路线上面，你也许看得到一些应用，但是将来像它这样子的，就等于是极速高铁，它完全是用智慧化的控制。那我们到时候会看到更令人日新月异、更不敢想象的特别新颖的技术在我们眼前展开。是好，所以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些新技术之下，许多媒体也报道，现在大陆的这个高铁的技术已经超越了日本跟法国。但是当然了，还是有一些媒体去酸有关于大陆的国铁，他说呢存在庞大的一个负债。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报道，他说中国大陆的国铁总负债6.2兆人民币，只有5%的高铁路线是有盈利的。那大家就在看说，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要背负这么大的债？当然，日经就出来帮忙解释，他说呢，2025年大陆靠着贸易顺差45%都是来自于“一带一路”的国家，占比超出美国出口的24%，是历史新高。而且呢，在去年前3季，尤其是到11月以前，大陆更是创下1兆美元的贸易顺差。靠的就是这一些“一带一路”，还有这些基础建设的输出。委员怎么看？这是成为对抗美国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吗？这当然是啊，这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先讲对内啦，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运营高铁根本就不是为了获利啊，它的运营高铁是为了要解决刚才苑老师、刚才干哥都提到的民生的问题，解决民众最基本的需求、交通需求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高铁让中国大陆可以做到乡村城市化，这才是关键问题。各位知道，对中国大陆来讲，如何扩大内需，如何拉高收入，如何推动这个乡村地区的发展，让他们能够更现代化，这是关系到中国大陆接下来的经济动能啊。就如果越来越多的乡村能够城市化，那么它当然消费的能力就会变强，然后接下来这个土地的价格会变高，然后接下来更多的企业会入驻。那么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经济推手。所以高铁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否则大家想想，我们不要讲中国大陆，就讲台湾好了。你看看台湾为什么每一个这个县市都要争取高铁设站？那我高铁设3站不就好了吗？就台北、台中、高雄就好了。为什么每个地方都要？因为你只要有高铁的地方，你就可以带动区域的发展了。这是蛋黄跟蛋白的概念了。交通是促进地方发展最重要的关键因素。这个我相信一般的观众都有这个概念吧？你买一个房子，你不会买一个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啊。对台北市来讲，哪里有捷运，哪里的房价就涨啊；哪里没有捷运，你要房子卖贵一点都不容易呢。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对内它达到了乡村城市化，它带动了整个中国大陆内陆的大规模的发展。那对外，它的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除了推动对外的贸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过去马六甲海峡这样咽喉的限制。北京政府不止一次的提到过，马六甲海峡就是中国大陆甚至整个这个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最重要的贸易的咽喉，因为所有的物资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否则大家干什么要去抢南海的主权呢？不就是因为马六甲海峡吗？可是因为“一带一路”，它突破了马六甲海峡的限制。